好，我们立刻来关心一下以巴战争目前的最新战况哦。那现在以色列已经在星期日晚间向这个哈马斯宣战，也是50年来首度进入到了战争状态。时间回到了10月7号，其实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哦，他们是对以色列发动了军事攻击，他们名为叫做哈克萨洪水哦，那在22个地点发动了激战。那10月8号的时候，以色列通过内阁的投票，那纳坦雅胡也正式向这个哈马斯宣战，他们称为叫做铁剑行动的反击哦，也兵分500路，现在开始向这个哈马斯组织哦，等于说加萨走廊这边已经开始在这边集结了呀。那我们看看这个纳坦雅胡的讲法是说，以色列将会对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进行强而有力的报复，而且他说这个可能是一场长期抗战哦，所以可能不见得会像之前什么6日战争什么比较快速的解决哦，它恐怕会是拉长性的一个战争。那哈马斯的发言人也回应了，他说只要以色列在推动战争的升级，停火是不可能的。所以看起来以色列跟这一个加萨走廊这一边的哈马斯哦，感觉上面现在的确这个战争的氛围非常的浓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以巴冲突的位置图呢，冲突点就发生在这个加萨走廊这个等于说接近加萨走廊这个以色列南部这些区域。那我们看到还有特拉维夫这边也有一些飞弹的爆炸点。那现在以色列的国防这个前国际发言人呢，他有讲到说，以色列已经在这个加萨附近集结了10万预备役的部队哦，包含了4个师哦，而且很多就是在海外的以色列人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在返回以色列。那很多以色列的一些民众也好，或者是甚至是学生哦，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都说，已经回到军营去报道了。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战事的确正在升级当中。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很多的惊恐画面陆续在曝光哦，最被大家觉得就是讨论跟感觉到惊吓的是这一个以色列的音乐节，有3000多人参加，但是呢，直接看到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哦，去到了这个地方开始进行突袭。我们直接看到这个画面哦。这很多这个准备去参加音乐节的一些民众，以色列的民众或是年轻人，就是不断的在逃跑当中。那后面在追逐他们的就是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哦，所以很多人被直接杀害，甚至还有很多人直接被掳走。那至今还有数百人下落不明。那还有以色列的女子哦，他们是说装死在现场哦，所以才幸存哦。他说还原想到那个状况，感觉上面就像是一场大屠杀一般哦。所以的确让大家国际社会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是相当的惊悚，跟觉得很可怕。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孩童被关在铁牢，这是巴勒斯坦的激进团体，他们就是大概有挟持30多位以色列的人质，要求要释放囚犯。这是以色列的新消息报的网站就说有数十名以色列的俘虏被带到了加萨走廊，包含了妇女、儿童跟老人家是直接被这个哈马斯组织就直接带上这个像是摩托车般的这种交通设备直接就给带走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不是铁牢，是狗笼。狗笼啊！因为我有看到影片。哇，那就更可怕了。小朋友。对，所以真的这个战争真的是非常的残酷。那我们看到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导人纳克哈拉，他就讲说，除非我们所有的囚犯获释，否则我们不会将这些俘虏遣返了。那另外呢，我们看看有女大生她就是在这个音乐季的影片里面有这一段画面，我们也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到就是他直接就是被带上了，这些人呢，这些年轻人去听音乐季的时候，就直接被哈马斯的一些武装分子就直接给掳走。所以目前预估呢，以色列这边官方公布的资料说，大概有人质，现在人数大概已经是破100人了，所以是不是还在持续增加当中？可能还要后续我们会持续来更新那除此之外，以色列还传出说有将官在睡梦中被绑，那身上只穿着汗衫跟短裤所以看到这哈马斯都有陆续公布一些相关的影片，甚至呢，人家在讲说，为什么他们可以透过这样子本来以色列筑起的这样的一个铁网铁架这样子穿过来抵达这个以色列的领土呢？据说他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立体战，那复刻1987年的风筝之战所以他们是用动力滑翔伞的方式。我们也来看看影片。
他们这个是哈马斯那边，他们透过社群网络公布出来，他们是用这个动力滑翔伞，用超低空渗透的手段哦，所以他们这个突击部队哦，就是用这样滑翔伞的方式穿过了这样子的一个铁网，然后抵达到这个音乐季的现场，所以到那边抓了不少的俘虏，同时也摧毁了包含梅卡瓦4号坦克车在内的一些重装备哦。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以色列的反击也被形容，因为有太多的这种人质跟俘虏在哈马斯的手上，所以有一点投鼠忌器。那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现在是有进行一些反轰炸哦，所以他们在加沙这边斩首了这个哈马斯的领袖之一，这个尤尼斯，他的住家被炸毁哦，包含他的家人也都身亡。但是另一位哈马斯的领袖就哈尼亚，他被拍到在卡达的一间办公室哦，正在庆祝以色列遇袭的这件事情，所以看起来双方的确这个战事上面还在升温当中。那以色列军方也持续在对这个加萨地带发动很多轮的空袭。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以色列除了跟这个哈马斯，就是加萨走廊这边现在主要在执政的这边哈马斯哦之外呢，包含了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参加这一场战争了。他们跟这个以色列开始有互射炮弹。那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表示呢，已经朝这个西巴农场以及以色列的阵地发射了这些导弹跟火箭哦，说是要声援巴勒斯坦人。那现在看起来，埃及是不是也要参战了呢？因为过去埃及也是跟以色列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哦。他们现在警察竟然对以色列的这个军人哦，也有出现这样子扫射、滥射的这种状况，已经酿成了3死1伤。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政府也呼吁以色列人要赶快离开埃及。会不会周边几个曾经跟以色列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也都会加入这场战局呢？现在大家非常担心，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中东恐怕又要再爆发一场大战了。所以《华尔街日报》就讲说，伊朗是不是协助策划了哈马斯以及他对于以色列的攻击？他们认为伊朗是知情的哦，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要赶紧派这个福特号航母前往这个地中海来支援以色列，包含了这个哈德纳号、还有拉玛季号、卡尼号，甚至是呢，空军 F-35、F-16、F-15，还有 A-10战斗机中队也都在准备当中。奥斯汀的讲法是说，拜登政府将会迅速提供以色列一些装备跟资源，包含弹药，然后赶紧出发，今天就会出发，数天之内就会抵达。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现在有几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军事行动到底到哪里算是一个结束啊？比如说他喊出来的是对哈马斯宣战，要消灭，要把它夷为平地，他的用语啊。对。那哈马斯不是一个政府而已啊，它是一个，有人说它的核心的那个成员大概只有2万人。那搞不好就会跟盖达组织一样。请问宾拉登死了，盖达组织有消灭吗？那怎样才是结束了？那这个并不是说你把一个政府推翻，然后换一批人上来，这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啊，以色列虽然表面上说他撤军，可是事实上他做了非常多的关卡，而且到处都封锁，所以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展经济，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啊。他的人口现在已经暴涨到237万啊，然后他的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60%，所以它就是一个恐怖行动的温床嘛，或者我们不要说恐怖行动，叫激进主义啊，它就是很容易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因为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啊，60%失业率，你去想一想啊，那因为他到处都封锁，什么东西都不能进去，他连电脑都不能进去啊，所以就造成这个地方就非常的落后了啊。所以好了，你这样进去，你即使可以把哈马斯的主要的领袖打死啊，春风吹又生啊，因为他就是这么穷嘛。那大家对以色列还是充满愤慨嘛？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扩大屯垦区嘛，然后让人家住的空间越来越少，然后到处封锁，到处设关卡。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叫冤冤相报啦。那如果说以色列为了要彻底落实消灭哈马斯，结果出动地面部队，那我跟你讲，一定血流成河，因为他已经下军令了，说只要看到有人来反抗，格杀无论，也不是说格杀无论就
不需要有任何限制，就可以使用武力啊。这跟他之前不一样啊。他之前有时候进入加萨，他碰到一些反抗者，他只是把你抓起来。那现在是战争状态，所以他可能就直接射杀，就会造成这种状况。所以他说，我觉得现在第一个就是要看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会不会进去。那如果进去啊，我认为就会非常严重，就会死很多人啊。而且我坦白说，现在阿拉伯人也开始懂得怎么宣传自己了。因为我这几天都在看 Twitter， 事实上支持以色列跟支持巴勒斯坦两种声音是差不多多。所以到时候你如果在加萨走廊造成很多，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到以色列有很多，比如说那个音乐节，那就是很过分的屠杀嘛。那你如果在加萨也出现这种场面，那到时候又会造成这个轩然大波，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些这个伊斯兰的国家就很痛恨嘛。那黎巴嫩就可能介入，叙利亚就可能介入，那甚至于背后伊朗是不是也会介入？那就变成扩大战局了。所以整个中东就要不平静了。那我们来问一下将军怎么看？所以这一次的话，加萨走廊的哈马斯政权的这个洪水行动啊，它算是对他这个激进分子来看是一个成功的行动，渗透攻击、饱和攻击双管齐下，一个饱和攻击，5000发的火箭弹直接过去了，而且这个武器啊，这个运送到这个加沙走廊不简单。既然以色列没有察觉，这个是大部分都美制的火箭弹，是阿富汗透过伊朗之后送给哈马斯，你看，结果以色列完全情报失灵，让这个哈马斯这个洪水行动刚好能够一击奏效。另外一个，它从海面还有空中我们知道动力飞行伞就过来了，它的渗透攻击也达到了目的。一个饱和攻击，因为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造成饱和攻击没有办法，这些火箭弹没有办法拦截完毕啊。而且按照道理讲，它是这个铁穹系统的成本是比火箭弹的成本要高。你每拦截一枚的话，对来讲是按照成本效益是不划算的。那这样换句话说，哈马斯政权它是非常有计划，而且非常缜密，而且保密做得非常的好，让以色列根本没办法察觉。而以色列的边防警告系统也失灵了，可能被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网络被病毒渗入了，造成它失灵。你看，竟然没有警觉，所以他们还在开 party， 还那么容易被抓。但是我们看到以前各次的这些战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以色列的报复比大概是4倍到20倍。换句话说，以色列如果现在目前以色列的死亡人数是700人，是最新的统计数据。那你乘以4倍的话，2800。所以这个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哈马斯的组织，我判断，这换句话说，以色列军队会大举报复，最少4倍的话，也要将近死到3000人。如果多的话，拿20倍打个折10倍的话，要死7000人。换句话说，以色列，我相信，你看他现在已经他的 F-16过去做无差异性的轰炸，你看他大楼整个就垮掉，他不管里面是谁，平民百姓也好，反正都通通炸死在里面，已经无差异攻击，所以是相互的这种报复。所以刚才亮哥讲的就是说冤冤相报。但冤冤相报，现在以色列还有2个问题要去解决。第一个，人质100多个人质抓在这个哈马斯手上，你怎么办？这些老弱妇孺在手上，因为小朋友那么多，你要不要？现在他是哈马斯人，你如果要无差异攻击，他把这些人质通通干掉，你怎么办？我认为要来谈呐，不然这些人质是没有了。你这哈马斯政权绝对是没办法。第二个，这些埃及也好，还包括叙利亚也好，还有伊朗，甚至在这个比较远一点的阿富汗斯坦，我们的阿富汗斯坦在2年前的时候已经被塔利班拿去了，这个也要蠢蠢欲动。现在美国焦头烂额在对着乌克兰战场。那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就如火如荼，所以美国也会焦头烂额。他两边一边要顾到这个以阿冲突，另外一个那边要顾虑到这个乌克兰的战局。所以对美国虽然派了福克号航空母舰过去但是我认为短期间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没有办法解决。赖老师，以色列的反击它的比较大的效果是在军事目的这个部分。那么展现出他的报复的能力跟行动。可是问题是，哈马斯他发动这一次的袭击，他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目的，要扩大这个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地区人他们的困境、他们的悲剧、他们的处境，然后要激起更多的穆斯林对他的同情跟支持，然后再唤醒更多的在欧洲
在美国跟在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站在他这边，所以一个是政治目的，一个是军事目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未来就决定在以色列是不是有所节制。如果以色列没有节制，他的动作是越来越大的话，那这些画面一直往外放出去，会激起更多的穆斯林社会他们的站起来，然后也会引起这些基督教国家他们内部的动荡不安。50年前，1973年，50年前的10月6号，那埃及、叙利亚等他们对以色列发动的那袭击，可是那是正规战，也就是正规战跟正规战。以色列刚开始被打得很惨，之后反败为胜，打了20天，可是那是正规战。哈马斯采用的是游击战，游击战就是打进去，打完了就走了，也就是不占领土地。那不占领土地，现在面对于一个游击战的哈马斯，以色列该怎么办？以色列要不要打进去加萨走廊？要不要打进去？打进去之后，要不要控制整个加萨走廊？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就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果以色列不打进去，那么只用这种轰炸，那轰炸无差别的轰炸，就会造成很多平民百姓的伤亡。虽然以色列的军方对外宣布他炸的是哈马斯，可是哈马斯是游击部队，他是跟平民百姓是混居生活在一起的，所以你一炸一定会炸到平民百姓，一定炸到平民百姓的时候，那些画面1次、2次、3次往外放送出来的时候，就会引起更多的穆斯林他们本身的同情，他们本身就会支持，然后也会引爆那么多点的冲突。例如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已经引爆了，因为真主党在北部的，也就是在于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黎巴嫩有一个也是属于激进组织的真主党，他们本身已经跟哈马斯通声息了，对，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对以色列北部进行也是属于游击战式的炮轰，那么就要挑起以色列对北部的攻击。那东北呢？叙利亚呢？叙利亚又有伊朗的民兵组织，这是一支比较强大的正规军。那如果也采用游击队的方法，对于以色列的东北进行攻击，然后埃及目前来讲，埃及政府它本身要不要关闭边界，还是要开放边界？所以这一些的问题都会凸显出来。现在在凸显的问题是，加萨地区的人均所得才620多块美元，而以色列却是52000多块美元，差85倍多。一个生活在天堂，一个生活在地狱，而生活在地狱的加萨是因为被以色列封锁，所以他的整个人民生活有200万人生活在极端的贫穷线，这些都会放送给全世界看到。所以我觉得这场政治战未来会怎么打，以色列不见得有胜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让很多人觉得很疑惑的是说，为什么以色列其实是有铁穹系统的，怎么会哈马斯还可以主导了这一次类似珍珠港式的偷袭呢？难道这数十亿的防御系统失效了吗？那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前发言人他讲说，不仅单一单位，而是整个防御系统完全的失效，这是以色列版的珍珠港事件，今天会发生，以后还是会再发生那人家在讲说，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炮火太强了，因为哈马斯是数千发这个火箭炮。我刚刚看这个以色列的他们自己的媒体讲说，大概目前证实以色列这边官方统计是有4000发所以4000发这个数字已经足以破防了吗？让这个铁穹防御系统没有办法拦截。我们看到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一个哈马斯组织他们在10月7号连发，他们自己宣称是5000枚啦，5000枚的火箭炮那所以他们在宣布这样的行动，短短20分钟就从加萨地区发射出5000枚。那
以色列那边统计是4000枚，已经超出了铁穹的承受能力哦。有专家都在讲说，根据公开资料的观察，铁穹系统哦，他们大概呢，这个每个接战单位是由4到5组的发射器组成，每一个发射器大概是20枚的飞弹，因此每一个单元最高为100枚的备弹哦。预估呢，他们现在因为这个哈马斯就是有算出来，你没有办法拦截所有的，所以很密集的第一波的这个攻势，所以铁穹系统没有办法拦截下所有的火箭。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铁穹系统拦截的一些相关的画面哦。空上面就是不断的有这个火箭炮以及这个铁穹系统出来拦截，所以整个天空当中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哈马斯这个火箭飞弹的攻势哦，从这个加萨走廊这个方向射击过来，而以色列的铁穹呢，在10余秒之内成功拦截非常多枚的火箭弹，所以画面相当的震撼哦。那第二个原因没有办法完全的奏效，人家讲说会不会是因为停电哦？因为铁穹难防哈马斯的饱和攻击哦，哈马斯仍然是用这个火箭来攻击以色列的城市，但是呢，没有击中关键的基础建设，比方说像是第2发电厂啊，那这个第2发电厂是占了以色列全国的发电量的20%。那根据以色列的国土报啊，他们是讲说，以色列在这个临近边界的地方哦，他们这些地对空的导弹的这些电池哦，是有这个后来又重新再激活起来，就是说重新又有在恢复供电，所以是不是它发射完之后要赶快再蓄电，然后这个蓄电量不足也是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哦，他就有发的这个影片，他就说哇，看到天空中哦，拦截弹跟这个火箭弹哦满天飞，像是这个雷公雷母同时发作。我们也来看看留学生的视角。哈马斯说的晚上9点钟开始报复，然后你们看得到现在就那边那个亮点儿，那就是铁穹导弹。这些这个警报声响，然后以及天空当中哦，就是都有这种火箭炮跟这个铁穹哦彼此在空中交锋哦，所以真的这样形容雷公雷母真的是很传神的一个形容词哦。但是这个状况也反映出来战争的这种残酷哦。那难道以色列除了我们讲铁穹可能超出它的负载量之外呢，它是不是情报系统也失灵？这就像是50年前赎罪日战争的这种翻版哦，因为当时是埃及跟叙利亚的联军发动突袭，那以色列当时在50年前同样也是后知后觉，还一度败退，牺牲了2800人才扭转了局势。那这一场突袭事件哦，哈马斯的突袭事件是不是也是情报失灵呢？但是现在目前以色列的军方还是在讲说啊，我们还是在关注在眼前的战斗以及平民的性命哦，没有正面回应是不是情报失灵这个问题。那摩萨德的前首长讲说，完全事前没有掌握到有哈马斯袭击，甚至不知道哈马斯拥有这么庞大的弹药数量。他说这个美国的情报员也是讲说，这感觉上面就是情报失灵，不会是别的，这是安全上的失误，破坏了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采取的一些掌控哦。那美国的前防长艾斯培他也提到说，这个以色列遭到哈马斯的突袭，可能就是情报失误所致，所引发的后续连锁反应。那也有人讨论说，哈马斯为什么突然变强了呢？其实呢，哈马斯在2008年的这个驻签行动之后，因为当时吃了大亏嘛，所以他后来进行大规模的内部整训工作。所以这一次他的这种武器来看起来感觉上面哈马斯似乎是得到了伊朗跟黎巴嫩的一些支援。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方面，现在拜登感觉上面是不是新中东的战略碰壁了？因为他其实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以沙和平建交的话，其实是能为拜登连任来加分。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这个以色列这样子目前的这个战争的状况，恐怕会让他这个新中东的这个战略完全的失效。那再来，哈马斯先战火，也有人讲说，路透社分析
因为恰逢美国支持这个以沙关系的正常化，一旦三方的协议顺利完成，有可能会威胁到巴勒斯坦建国的愿望，所以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出手。那哈马斯的领袖这个哈尼亚更是落下狠话说，你们就说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签署所有正常化的协议都不会作为这个结束这一场冲突的一个依据哦。那川普在这个时间点也讲说，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以色列不会发生这可怕的袭击哦，就像乌克兰的战争也是如此，发生的机会为零。他说，现在以色列会被袭击，就是因为我们指的就是美国被认为软弱无能，而且领导人指的就是拜登也是非常软弱。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这个拜登，因为他前一阵子因为俄罗斯跟这个沙特他不愿增产石油嘛，所以他就希望让伊朗的跟他做一点妥协啊，让伊朗的石油可以在国际上提供供给，这样啊，结果就解冻了伊朗的资金啊，大概有68亿美元，所以这个就被川普逮到了，说你看你这个就是无能哦，给伊朗那么多钱，那伊朗刚好去搞这件事，这样啊，这当然有待证明啦，因为伊朗是不是有直接介入？华尔街日报就直接下头条了啦，说他还讲指证莉莉啊，说伊朗的那个革命卫队在黎巴嫩上个礼拜在那边筹划啊，他讲的跟真的一样。那美国的 CIA 跟白宫说他们没有资料显示有这件事，所以你就看到媒体啦，媒体就在炒作，因为本来就有很多反伊朗的力量了啊，美国了啊。不过这一次啊，真的就是以色列的摩萨德、美国的 CIA 还有英国的军情6处都不知道会发生这件事，这个实在太诡异了啦啊！这个当然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没有打电话啦，都是面对面沟通不然就是他们都是用华为手机啦，所以无法监听这样，不知道，反正就是都没有监听到相关的讯息。当然你要知道，以色列是布了很多线民的，那你有那么多的火箭要运进来，怎么会都不知道呢？因为就是他们不认为哈马斯有这么多火箭嘛，那突然之间你可以射到3、4千枚，这一定是透过各种管道进来的，结果竟然都不知道。对然后真的就在这一天要发动这赎罪日50周年，又跟1973年一模一样，真的都不知道这个匪夷所思了。这个只能够说，这个整个以色列军情系统的威望重创了。美国跟英国的媒体都是这样写，对以色列这次军情系统的运作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有很多媒体下的标题是说，这是以色列最黑暗的一天哦。赖老师，以色列的军队非常依赖他的情报因为他是根据他们的有效的情报，然后预先判断、预做这个作战的方案，所以他的兵力的调度比较灵活，而且比较节约兵力，所以它的关键就变成要依靠情报的有效性。那当你过度的依靠情报的有效性，对方当然就可以知道说，那我怎么破解你的情报？以色列的情报过去有2种一个是传统的情报，就是打进去里面。对，那打进去里面这次很明显的就失灵了，也就是他的打进去里的情报特工没有办法，也掌握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另外一个他靠的就是科技情报，他在他的加萨花了10亿美元建筑了整个感应器。这个感应器里面，也就是说，对于哈马斯要挖地下洞，要渗透进入以色列领土内的这些都有感测器，所以你只要挖洞，它就能够感测得到。然后你对于你的这些机动的目标往这个边界走，它就能够反映得出来。那这一次都失灵了，那为什么？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哈马斯采用最笨的一个方法，怎么样的一个最笨的方法呢？就是找一个最脆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挖土机就过去了，就把这个栅栏就直接推倒了，然后皮卡腾这些卡车就冲过去了，然后就冲进这个最脆弱的哨手，然后就制服了以色列的哨兵，俘虏了他的坦克，然后就变成有一个通道就开通了，就从这个地方往外，那么就打进去了。这样的一个最笨的方法，也就是说你
就好像有点像当时在一战之后，法国人建立了一个马奇诺防线，耗费巨资，但是德国人就是不走你这条路了，就走你旁边用闪电战的方法、奇袭的方式。那这次这个哈马斯也用最笨的方法，一个推土机拉过去，蚱蜢打下来，然后皮卡进来控制区域，然后就渗透进来。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想想看，几千枚的这个火箭弹，你要集中，要部署，然后这些兵力，这是几个月的工作。这代表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他们的情报的惯性被掌握了。情报关系被掌握，他们就绕开他情报所能监测得到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以色列要赶快检讨，不然的话，他未来的这个被突破会越来越严重。对，将军。对，以色列它3个输出嘛，一个是预警的机制，它是预警，你看它预警边界的预警没有，这是比较舒服。第二个情报失灵，情报的这一方面的，你不管是我们讲的哈马斯政权也好，或者是北边的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它都要，还有东北部的叙利亚的这个伊朗的志愿军，他都要很注意。他面对的不是单方面的加沙走廊甚至还包括南部西奈半岛的这个埃及，他面对的地方是很多的。所以他的情报跟预警要做得很好，不见得是光是对的哈马斯政权。也许因为这个样子，他贝多利分要面对真主党，要对哈马斯，要对。这个埃及的这个西奈半岛要面对叙利亚的伊朗志愿军，变成这个样，他贝多利分。那第3个，他就是应变能力。那就算这个哈马斯政权、哈马斯的武力进来了，但是问题是你马上要就能够应变了。对，你他的这个接战的部队、后备的部队有没有上？替补的部队、预备队有没有上？他要这样子要重层防御，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小，只有22000平方公里，人口也很少啊。以色列人口只有950万人，不到台湾的一半。你看它人口那么少，纵深那么短，22000平方公里。那这样子的话，它换句话说，它更要一个高度的戒备、高度的这种机动、高度的预备都要有这方面的。那现在以色列的现在所实施的铁剑行动，铁剑是种战争嘛？因为只要作战这个伤亡只要超过1000人就是战争。那这一次伤亡一定会双方的伤亡的整数一定会超过1000人。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因为以色列面对的是强大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环视，它不是光面对的是哈马斯的政权，巴勒斯坦这样的埃及怎么样？埃及会不会做侧翼，咱们做呼应？那远在另外一端的伊朗会不会？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因为大家。当然，全世界都在关注现在目前的这个以巴战争哦。那当然，这个蔡英文也在关切，他就说，对于伤亡的民众表达哀悼慰问哦。这是透过林育嬋来说，他说台湾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威胁，更谴责对于平民的暴力攻击。台湾将会持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抵抗一切形式的暴力威胁与民主自由的伤害哦。那再来，赖清德也有讲说谴责恐怖主义的威胁。王定宇也提到了，他说这样的国家不会亡，坏蛋也惹不起哦。海外的现在很多以色列人都在返国，准备要抗战。他说，一堆在矽谷享有高薪的以色列裔的美国人哦，请假飞回祖国，带着热爱家乡的心啊，和捍卫自己家乡的热情，来面对威胁跟侵略。那台湾意志力也要更加的坚定哦，就是把以色列又比到了台湾来。那再来看看这个在 PTT 上头啊，很多人问说，这个两岸开战的话，会自愿上战场的+1哦。那大概有一半的乡民都是回答+1，不过也有网友不以为然，就纷纷吐槽键盘+1谁都会啊，好多键盘+1现实逃兵哦。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的确，才就这一两天呢，我们有看到这个新闻，2018年以来，现在目前呢，志愿役已经创了新低哦，现在大概只有15.5万人。那国军的讲法是说，这个主战部队平均呢，这个大概只有边线达80%而已哦，因为
大概这几年以来，我们的志愿役人数都是在逐年降低。那截至6月底的人数大概只有155000多人，是创下5年来的新低。那如果台湾实施全民皆兵的话，是不是看起来更加的迫在眉睫呢？因为看到这个以巴冲突乌俄之后呢，现在又是以巴的开战，现在世界各国纷纷陷入战争。人家讲说，下一个开战的大概有87%的几率会是在台海嘛，所以网友在讲说，抗中保台喊最大声的那一群呢，一堆兵役闪得超快的，连林昶佐也是早早宣布不选了。看来是不是有鬼啊？因为很多那种讲着抗中保台的人，他们自己兵役都是要么替代役，要么就是闪兵所以这些人要不要先去？这个站在第一线，赶快回到这个等于说战争最前线来备战呢？这样才更有说服力一点。那的确呢，我们看到这2天，台湾跟日本都有一些好像空防方面的消息比方说万里的爱国者。这个现在北台湾这边的防空将要全天工化，这是国防部公布的一个情资，说东北部的空域持续有这个解放军这些苏凯啊这些重型战机出没，所以有大型的无人机也有在这边窥视他说我们现在北部的空防阵地也要加强这个全面的天工化。那日本方面的话，为了要防卫九州日本说现在研拟设 F-35B 还有反舰飞弹的部队，这是日本的防卫省说考量到日本就是冲绳跟台湾附近这一边就是中国大陆有提高军事上面的威吓，那所以他要加强自卫队在日本九州的地方部署，计划在2024年在九州新建 F-35B 逆踪战机的飞行队以及陆基反舰飞弹部队来做一些防护那我们看看解放军的一些动作，在南海这边解放军南海这个拦截美国的侦察机结果呢，这个美国的海军研究所的新闻网站称说，这个美国的海军一架 P-8A 在8月的时候飞进了西沙群岛的岛屿永兴岛的上空之后，被解放军一架歼11的战机拦截，然后呢。大陆的官媒就说：“美军你认错了呀，这不是歼11是苏35，所以让人家觉得说，哇，现在美国专业都不行了吗？怎么连认都会认错？所以对于他们的专业水平打上一大问号。另外还有这个消息就是歼20首席试飞员讲说，哇，在实战的极端状况下是可以紧急射弹的他是说，这个李刚在央视本周这个推出的影片访问当中，他有提到，他说。因为要维持这个高隐形性能，所以必须要把弹药藏在机腹武器舱，但是仍能够在这个极端的战场的环境下来发射飞弹，所以现在目前也是秀出这个战力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国民有没有这个保卫国家的意志力事实上都是领导人先做出示范比如说你去看美国选总统，你如果有从军到过前线的经历，那都是大加分的还有比如说美国军人在国内享有的声望跟地位，对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那以色列当然也是如此嘛所以王定宇要这样讲，那应该要反问民进党吧请问民进党不分区为什么没有一个军人的特别名额那是不是赖清德当党主席那是不是也要把刻意逃兵列为不能参选的理由不然奇怪，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立委刚好都没当兵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再讲白了嘛，民进党的领导精英有几个人他的子弟是念军校的你看川普就念过军校对，然后后来才念商学院那川普也引为自豪坦白讲，我认为川普的西点军校的这个经历，比他后来念那个 Pennsylvania 金融学院那个还要珍贵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大家都看得懂这个里边不要这边讲那些空话就是你有没有落实嘛？比如说这个民进党是不是就发表说像。我们不分区要列入像张燕廷将军这样的民进党吗？不，我的意思说，这不一定是党籍啦，就是说我们要邀请这样的人来当不分区，表示你重视嘛，对不对？
民进党的不分区我已经看到了，比如说为什么第一个想到陈时中呢？因为他们有卫环的名额啊，有医药的名额哦。上一任是邱泰源啊，邱泰源做2任了嘛，所以这一次很可能是陈时中嘛。为什么医药就一定要有一个啊？你讲出个理由好不好？对不对？为什么环保就要有一个啊？洪申翰就是环保啊，对不对？为什么妇女一定要有一个啊？为什么军人没有呢？对不对？你现在不是一天到晚在讲抗中保台，要鼓励老百姓的意志，对不对？而且我也在电视上公开讲过很多次了，我们的志愿役的官兵薪水要大幅增加，我们这也讲过很多次了。那你现在只想到义务役，因为明年1月他们要去当兵，怕他们抗拒啊，所以就马上调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志愿役呢？我们志愿役现在起薪也只有3万多啊。我认为他应该要从5万起跳。你去看看美国的军人，所以他不能够有后顾之忧嘛，人家才能够安心去当兵嘛。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制度啊，就都不要讲空话了。实际上前一阵子我还听到连胜文在讲，连胜文说，因为大家都感觉到最近两岸比较危险那未来很可能会有战争的风险。然后连胜文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帮人家做移民他的朋友告诉他说，碰到了好几个民进党的金主都把小孩子送出国对不对？那民进党要不要对这些人做谴责啊？你的金主的小孩都出国啦，不然你去问一下移民公司，这很容易调资料的啦。所以我觉得不要只有嘴炮啦，做点实事吧。好，我们来问一下将军。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台湾目前所缺的，我认为是心防，心防太弱了，因为没有心防，买再多的武器、枪炮、战舰、战机都没有用。那现在的话，你们把这些钱，刚才亮哥有讲，给军人加薪，士兵现在一个2等兵才36000块钱，那我去送宅配就好了。士兵应该5万块起跳，士官的话要6万块起跳。军官的话，我认为要7万块起跳。对军人不要去省那个军人你知道没有人来当。现在21万5千人，现在只剩下15万5千人，少了6万。你现在整个一比我们拿这个15万5千人去除以这个21万5千，你就72%。那作战部队只有60%，因为大部分的高师单位就是司令部或指挥部满的，但是下面基层缺这个作战单位。你这怎么去打仗？6成到7成，你10个人的话，你有填弹手，有炮手，但是没有瞄准手，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作战的这些填手都没有？你这样怎么走？我认为这个目前的台湾的这个，我认为心防要去加强边线。第二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边线比太低，招不到。你现在招不到，这从去年的时候剩下16万，今年剩下15万。明年的话，113年大概剩下14万多，留不住，招的少，跑掉的多。因为现在可以退场，大家都离开了。我认为给军人再加薪，要这个样。另外一个执政党就是民进党，不能再讲军人是米虫，也讲军人米虫怎么打仗啊？我认为民进党出来道歉，对国军道歉。或者说以前说国军是米虫是不对的，军人是米虫是不对的，要出来讲嘛。赖清德怎么不出来讲？你们对当初污蔑这些军人，说是军人是米虫，那谁来当米虫？谁要去从军？所以现在招不到啊，因为没人要当米虫啊，变成这个样，我认为不可以。我认为这个错了要勇于认错不可以赖皮要忍于认错，要这个样子。第三个，我认为要把这个退伍的制度我认为还是要重新来想。你把退伍制度把它一砍了之后那没人要当兵了。那没人当兵，你买那么多武器干嘛？买了好几千亿的还买了好几千亿的这些武器，但是没有人你没人买那武器放那边，过了20年、30年也报废了，变成废铜烂铁了，变成这个状况。我得把军人用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个，现在也缺飞行员，现在空军官校的那个飞行教官带飞1个小时2000块，好辛苦我看他们带2000块钱，你这2000块起早爬晚又有风险，飞行嘛，带着前面的这个飞行生他是没有飞行经验的，风险非常的高，1个小时2000，你这样怎么样去培养飞行员？这飞行员一直在缺，那你这样子 F-16又要进来了，还有现在空防也很吃紧，
这个任务也很繁重。你看那飞行员又那么缺，那会成20型完，那飞行员压力会非常的大。那现在我认为空军官校的这些聘雇的飞行教官待遇，不是只给他2000块1个小时啊，我认为要适度的调整，20年没有调整，都是这样。我认为是不是要在这方面来考量？不是说只是为了选票，然后这个时候感觉到好像做太平官没事情。其实问题国防的事情可大了，可重要的嘞。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还是欠这个赖清德要有点水平哈，那么更建议这个民进党的外交部要有点水准。他现在把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定义为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个要很慎重，因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欧美的舆论都定义是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或者是更精准的定义是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啊。他们目前来讲都不太愿意用国际恐怖主义，那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把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定位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话，那这个等于是在激起这个欧洲的这些过去长期以来困扰欧洲跟美国的恐怖主义的再起。所以大家都很精准的把它定位在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军事冲突。但是赖清德第一时间就说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然后外交单位就谴责国际恐怖主义，这个是水平有问题哦，这个定义有问题哦，我觉得应该要再慎重再看看国际之间，尤其是欧美的国家他们怎么看，非欧美的国家怎么看，联合国的安理会怎么看，看清楚了再说话，不要一开始就还搞不清楚状况就直接说话，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以赖清德的标准，赖清德在中山大学接受一位女大生的提问，这位女大生提问说，你民进党的贪腐事件这么的严重，你该怎么处理？赖清德说，你告诉我哪个具体的案例，然后再来说你印象中最具体的是什么？你这样反问的时候，那你王定宇，你告诉我们有哪几位以色列在硅谷工作的工程师高管叫什么名字？有几个人？占比例有多少？那他们已经回到以色列了，什么时候回去？你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你这个才是赖清德的标准嘛。赖清德访问这些学生的时候，你看每个学生开始陆陆续续说出民进党贪渎的这些事件，都是涉嫌贪渎，但是民进党就是不办，都是涉嫌贪渎，民进党就是不办，所以就没有贪渎，这就是民进党。明明有贪渎，就是不办，然后因为不办，就说我们没有弊案。那你想想看，那你王定宇跟大家讲清楚。第二个，你告诉大家，台独的现在有几个人回来了？你赶快鼓动嘛，你赶快发动你们台独的人，鼓动在海外的台独的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回到台湾来。刚刚郑亮说了，读军校啊，赶快鼓动他们回来读军校，赶快回来读士官学校，赶快回来当兵。为什么没有台独人回来当兵？我们很想要知道，现在有几位台独人回来当兵，占海外的台独人士比重多少？那他们回到台湾的军队比重占多少？都告诉大家。最后一个，我觉得美国，你今天是想要跟大陆打仗的，每天去中国大陆的周边去挑衅，你准备要跟中国大陆打仗的。你竟然对中国大陆的机型还搞不清楚，水平太低了。我们在当初在当兵的时候啊，在外岛，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要识别，因为我在那个重炮中队，我们一定要识别这个解放军的船舰、解放军的飞机，要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叫做水准啊。美国你还研究所的，帮个忙，有点水准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